没想到后来有这一些了。好，那么吴钊燮办公室哈，那何姓助理呢也涉共谍案哈，这蛮严重的哦。吴钊燮原来在外交部，他在旁边，到国安会，哎，那你难怪吴钊燮在那断交这么多啊，有没有关系呢？哦，我都怀疑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哈，那吴钊燮那边就说依法严办，那废话，那不依法严办要怎样呢？那当然依法严办嘛。哦，所以你们讲都是废话哦。那另外呢，现在麻烦的是说，有前后也就5个啦，4个都被收押了，有4个被收押哦，包括民主学院前副主任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新北市哦，这议员李余典的助理啊。还包括呢，这个反正总统府的咨议，原来是赖清德副总统是帮赖清德安排行程的，这很可怕这个高层的行程，今天如果说旁边那个随扈如果泄露会怎样？一定严惩嘛。没错。那搞了半天，你身边的人把你的行程就泄露给别人，这可以吗？这可以这样子干吗？哦，所以呢，基本上哈，这个蛮严重的哈。所以呢，有4个人已经被押了哈。然后呢，这个。盛楚英只有一个放出来，盛楚英哦是游锡堃的助理，我都觉得很严重了。当时是完全执政府两个院是其实一家的，所以他一定知道很多的这个机密嘛。哦，那当时我讲说，他还就要20万交保，而且已经拿了老共几百万了，才20万交保，这个也不合比例原则。我拿了几百万，总要几百万这个交保吧，哦，然后20万交保，那其他人都押，表示其他人比他更严重嘛。你想这道理，那个案情力更严重哈。黄国昌就说没担当嘛，吴钊燮应该辞职下台了，还继续在那边干，还什么依法严办，讲这什么鬼话嘛哈。那民进党是把他们开除了哈，说开除党籍绝不宽待。当然了，你还不开除，你还要怎样？还留在他那边啊，还养在那个地方啊。哦，那蒋万安说嘴巴反共，自己养共谍。左荣泰就说消灭中华民国只有共产党。哦，这是什么关联？这没有关联嘛？共产党消灭中华民国，民进党以前不是也想消灭中华民国？现在也想消灭。他现在也是消除，他只是叫中华民国台湾，他已经把它偷天换日，把它改了嘛，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他重点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嘛，哈，都想消灭中华民国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也有人讲啊，说是这个什么，因为是敌人，所以才有共谍哈，这是什么话呢？就因为民进党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共产党把共谍放在里面，用这个来洗脱，这是2回事情嘛。就是说我早就讲了，今天蓝营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不是白营的，白营是一样啊，没有人要来的。你们有什么情报价值吗？你们有吸收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什么国家机密？他都不给你，你问他什么，他都说机密，说什么他都说不知道。那你去吸收要干什么？根本没有情报价值嘛，真的没有情报价值啊。对不对？立法委员知道什么国家机密？不要笑死人了！我立法委员我做过那么多年，什么外交机密有什么外交机密给你啊？什么国防机密什么国防机密给你啊？审预算的时候给你搞到什么群贤楼9楼，然后把那个预算书还锁起来，哦，你还不能照相，不能抄，只能看一眼。你知道什么国防机密啊？对不对？所以呢，干嘛吸收你们啊？当然吸收。国民党如果执政的话，就可能不一样。他也不会去搞这些立委了，他就是搞那个行政院啊，那些部会有可能被吸收。谁有权利吸收谁嘛？那不是这样子吗？对吧？你民进党现在有权利，当然吸收你嘛，一定是这样子啊。讲什么是我的敌人，因为我是他的敌人，所以他来埋伏，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情报价值。你现在有情报价值，所以你更要自律，你更要严谨，你更要自己要小心里面的人有没有被这个吸引去，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内阁改组有可能异动吗？谢谢大家，谢谢。走在吴钊燮后面戴粉色口罩的这名男子，正是涉嫌共谍案的吴钊燮助理何仁杰，长期负责排定吴钊燮行程，包括国内会议、国内外访宾拜会、视讯会议。据悉不会列席会议，也不会随团出访。但吴钊燮见谁，他了如指掌，更会经手续转成吴钊燮的公文和资料。何仁杰时常赴立院委员会，2016年随吴钊燮进入总统府后，曾被安全查核，但8年来仅有这一次形成重大安全漏洞。何仁杰2018年2月到2024年3月任职外交部，吴还没升任外长助理，怎么就不干了？原来因为何仁杰后期处理我某个南太平洋友邦事务时被发现异常，外交部第一时间就移送政风处启动调查。虽然涉外细节不是何仁杰的职责，但据悉许多驻台使馆和代表处看到新闻，已经启动清查内部跟何仁杰接触到什么程
程度。另一头，前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则发文指出，被渗透的政党都是敌意行为的受害者，反过来质疑被渗透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显示他们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府院党职被中共吸收过程也曝光，鲤鱼点前特助黄许荣在对岸经商时遭吸收，分2条线发展，先接触邱世元，吸收总统府资议吴尚宇，另一头接触何仁杰，并掌获情资交付中共，传出每件资料报酬达数千美元不等，而这3人都有民进党籍。那我们决定采取最严厉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地方党部处理完毕之后，在15天升复期结束，送到中评会后，我们会立即开会，立即来开除党籍，绝不宽待。绿营共谍连环烧，这案层级逼近国安核心，无疑重创民进党形象。来去看。民进党一天到晚扣别人红帽子，都在找外面在找共谍，对不对？原来共谍要找，现在到民进党内部去了，这抓一个准。你看现在已经有5个了，大家都知道有黑数，对不对？所以民进党现在不要老是什么，要去归咎啦，去找什么退将啦，什么陆配啦，门关起来，自己好好去清一清，到底还有多少黑数？大家看一下这5个，老蒋都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吴钊燮，这个何仁杰啊。是吴钊燮一手提拔的哦，等于是他在外交部带着他后来进总统府还带着他去然后秘书里面行程是最重要。什么叫行程秘书跟助理？他是所有吴钊燮在外交部，他所有的行程都他安排他登记的。你要见哪些人，他都晓得所以现在查的第一个吴钊燮当外交部长的6年，断了8个邦交国，这个不该查清楚吗？而且每次中共那边都制敌宜先哦，他都知道什么地方去切到你那个打蛇打7寸，为什么这资料会出去？那到现在没有讲清楚啊！现在更严重的，吴钊燮现在什么职务？国安会的秘书长负责我们国家安全。现在国安会到底安不安全啊？现在大家要画一个很大问号结果他你看他不止不道歉哦，也不负责任。所以黄国昌在讲说，你都应该下台了，没有政治的担当，然后自己你现在要停下来，才有办法查嘛，对不对？从你外交部的事情，还有国安会的事情，这个秘书长现在如果还在位，这个有办法查吗？但是至少要先停止，不下台，应该也要停止接受整个这个调查嘛。另外你看另外还有一个吴尚宇，这个是赖清德也是行政秘书就赖清德这段时间的行程跟见了哪些人，他是晓得的。还有游锡堃当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另外有一个这个人影响是很大，邱世元，这个是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副主任以前搞过组织的宗教的长久自己的党员每个你看从外交、国安、总统府，一直到他党部的重要的这个成员，全部都在里面，官当霸掌所以现在应该全面去清查，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现在提醒一下，老蒋到燕秀跟我到这边到在野党这边找不到什么资料的啦，对不对？一定是到民进党的高官里面去嘛。所以第一个，请民进党不要再抹红扣人家红帽子的，回过头看看你已经变成共谍屋了，对不对？这个要内部有问题，赶快自己还要清一清，跟前面有个交代。两岸当然很多人都在做情报工作，但是我觉得整个民进党的共谍产业链绝对不会只有这5个。而且以民进党已经执政迈入第9年来说，中间有牵涉到这么多人，从蔡英文时代的这些人，然后到赖清德身边的办公室的主任，这些到底有多少资料已经出去？我觉得检调都应该好好的查。我们之前讨论国安法或者是反渗透法，国安问题是多么严肃的问题。民进党长期把国安问题当政治红利来去做处理，但是碰到自己人的时候，就好像在设断点。我觉得绝对不止，就我们看来，就绝对不止只有这5个人。所以国安问题，如果民进党真的觉得这么严重，那就绝对不是只有切割自己人，然后把他说，我送民进党把他们停止党籍而已。我觉得应该案子应该是往上往下去好好去查，到底有多少人牵涉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在合理。那另外，卓荣泰刚刚提到，卓荣泰有提到就是说消灭中华民国只有共产党，那也请民进党赖主席好好去思考一下，台独党纲要不要废掉算了。所以这个事实都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件事情吴钊燮要停止啊！我觉得真的要求他停止，因为他在他身边工作非常久，到底哪一些资料机密外泄出去？而且不要看，其实我们大家都做这些政治工作，其实最重要就是行程秘书，那个开不开会也到其次。那行程秘书可以知道你今天见了什么人，甚至要见他面的时候，一些资料的汇整会在这个秘书里面来总集成。那所以他是接触的机关单位非常多。然后呢，他在东吴的这个指导教授是谁？罗致政。
是罗志正介绍给吴钊燮的。那据这个资深的外交记者说，这位先生呢，这位何先生呢，做什么呢？做外交部跟民进党这国际事务部之间的联系窗口跟桥梁。罗志正很长一段时间来处理的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那会不会这个人把民进党跟外交部甚至国安会相关的这个资料，就通通给了中国大陆，变为中国大陆在台湾里面，在中华民国政府里面最重要一个细胞，就可能就是这位人，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事情太多了。然后中国大陆前几年不讲怎么斩首行动，他又去刺探说中华民国总统到哪个国家饭店住哪里，几点到达，然后呢这个住哪个饭店？请问这个资料出去之后还得了？斩首行动会不会就此在海外就可以有机会来开展？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不同，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严厉啊！这几乎是这个过去30-40年，我觉得最严重一桩这个共谍案，而且他的联络网是谁？在台湾有没有除了这5个人之外，其他人是谁？怎么联系？彼此之间的讯息怎么来？钱怎么给？这个都东西通把它查清楚，不是一件什么开除党籍就结束。那开除党籍，这个基本上都不要讲，这是最基本的。重点是你在往上升的时候，你能不能查吴钊燮，能不能查罗志正？还有罗志正过去有录音对，有录蔡英文总统的音对，我不知道这些录音档有没有出去如果这些录音档出去到中南海，丑闻就中华民国丑闻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剪掉不能说我只办到这5个倒霉鬼，这5个倒霉鬼可能只是替死鬼，后面到底有谁？钱怎么来？是钱的这个是从海外来，还是在台湾有一个管道给他们钱？我觉得立委啊，在这一块也不要怕什么大罢免了，这个事情查清楚，我觉得才是维护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就这5个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啊？那上面有没有人？后面有没有人？都要把它查清楚，就怕这边断点了哈。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昨天看了新闻，突然就想笑，真的到处找匪谍，对不对？到处找匪谍，蓦然回首，对不对？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下这个是匪谍，哎呀那个是匪谍啦，突然发觉怎么在民进党高层处，不很好笑吗？休息再回来。这很奇怪，英国的《卫报》说呢，台湾的超商可以当暂时的枢纽。为什么台湾有1000多个超商？真的很少人看台湾这么多超商，1万多个超商，什么 7-Eleven、全家等等到时候暂时可以领取粮食，没有粮食怎么办？我们送到超商去因为现在很多那个网购都在超商领货嘛，所以呢领取粮食，而且呢紧急的时候可能通讯都断了，那边可以当无线的热点。到时候联系啊等等怎么会想到超商呢？那就问总统府，总统说现阶段尚无规划，不是没有，只是现阶段没有表示有讨论的，我认为那网络就酸民就酸了，说店员的技能还要加1店员现在真的很辛苦的，店员真的很辛苦，各种缴费他都要会，还有这个微波便当也要会然后呢这个。到时候呢，晚上还要抵抗那个歹徒，万一要来抢还要加一个对抗共匪都要会好消息是他们都有扫把。然后呢，打工呢，他只是打工领时薪的，还要呢免费抗中保台，超商店员，我的天，以后超商搞不好多给点钱马文君说是外行人规划的吧？怎么会变成？他说，如果通讯中断呢？如果电力中断呢？如果道路不通呢？有人抢劫，趁乱抢劫呢？然后呢，便利商店员工守得了吗？政府是不是太天真了？是外行人规划的吧？而且便利商店那么多，要用多少人力去守护？也不是一般的做生意那翁小玲说，总统台赶会查到底谁泄密？怎么会卫报知道呢？卫报英国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看一下。一边煮咖啡泡珍奶，还要顾结账，等客人少了一点，又得赶紧补货，帮忙拿包裹。超商店员分秒不得闲，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如今如果台湾真的打仗，超商店员似乎也得各就各位发放物资。那个物资出去，像有平时都已经忙得那样，我
不差那些。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政府正在严厉把超商作为战时据点。4位知情人士透露，一旦爆发战争，国人可步行前往全台1.3万间的超商领取物流配送的口粮跟医疗用品。阅读政府透过传真张贴在超商的讯息，或利用店家紧急 WiFi 热点。但有不少网友认为，超商店员打工还要免费抗中保台，技能又要增加了。不过在疫情期间，政府就已经跟超商合作发口罩。如今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考虑将超商改造成战时社区据点，因为迄今3次会议桌上演练时，发现部分明显弱点，包括负责怎么配送分发食物，还有没有网络该怎么公告讯息。如今总统府也证实，台湾民间通路丰富的物流模式跟经验，确实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参考。解放军频频军演，两岸关系紧张，如今打工的超商店员似乎也成为防卫韧性其中一员。那别人怎么看？超商店员很辛苦呢，已经很辛苦了。18般武艺啊，会现在还要这个抗中保台。的确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议题其实讨论了一段时间了。那我想卫报的资料来源应该还是民间的，应该不是这个政府机关，因为真的前面我的确也听说过这种一个构想，但它主要运用的是它的通路系统就是说并不是说真的要超商的这些店员去执行这些任务，而是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超商密度真的涵盖率很高，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既有的固网的系统，其实不是透过这些无线的通讯，那这些本来是在战时的时候可能就被政府给接管，那或许我们在维持这个战时秩序的时候，你还是会一些资源的发送啦。那按照现在有的这个村里架构来讲，有一些弱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可能，譬如说基层的这个村里长年纪过大，他很难以去负担这些任务的时候，那另外有一个覆盖率更好的节点，可能就是这个以超商来作为主体。这个其实的确还是在很初步的讨论，实际上去衔接，我想你看现在我们讲这么多，全家也没有出来讲话 ，Sam 也没有出来讲话，不敢讲啊。对这个，我想他也很难去回应这个东西啦，因为毕竟这个人家现在还在做生意你就把他直接去到这个程度。但我想在整个盘点民力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不只是这些东西，其实全部的这个民间的可能性的资源怎么去调度，还有重点是在于说政府怎么去跟他衔接上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明确机制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担心的有点太早。不过提早讨论也是好事啦，就是说把一些真正困难点，像刚刚新闻里面马文君委员讲到这些事情，先点出来嘛，那以免这个到后面真的发生的时候才遭遇到要处理，我觉得那个就来不及了。现在派出所要当飞弹的什么那个这个飞弹的基地存放的地点啊，然后呢这个超商要放军事武器。我觉得要先评估一件事，《卫报》The Guardian 呢，并不是一个很随便的报纸，就它并不是一个那种什么八卦报了，八卦小报，不是。它是一个在英国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正规，而且呢，它是秉持着很多的消息，他一定会去查证讯息来源的。所以刚才林议员说这个可能不是政府高层民间讲，我不认为他说随便一个民间的朋友讨论，他就会把它认真当成一个新闻。如果不是政府出来的，那他一定是跟政府关系密切，譬如说黑熊学院、沈伯洋这种人呢，传出的讯息。The Guardian 卫报呢才会慎重对待，这是第一点。它跟台湾的那种随便的什么网络讯息、谣言制造中心不太一样。卫报是一个蛮认真的媒体，这个我必须要先强调。第二个，如果是黑熊学院，如果是沈伯洋这批人，如果是民进党真的认真想这个事情，真的我觉得太不专业了，真的让人对台湾的安全很害怕。超商是什么地方？是那个招牌非常显著，地点非常部分，你去看一下 Google Map， 每一个超商它通通给你记一个小点。现在中国大陆的那个低轨卫星一弄呢，超商在哪里？他今天看到这消息，不是特高兴吗？全部把你都直接就锁定就好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非常轻易可以锁定，而且他也不用什么别的，他就用无人机就好了全部都是 AI 智慧的控制。那怎么会蠢到要用超商呢？都还不是那个马文君谈的那个层次。好，那第三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所有你对一个国际的，而且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你都可以夸夸其谈。而且这个人，我为什么会点名沈伯洋？因为沈伯洋，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不讲，他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呢。如果他去谈这个事情，国外的搞不清楚，不知道沈伯洋就是一个大嘴巴，对不对？他还真的好认真的把他写一个报道。那这样真的说明，像沈伯洋这样的人，有能力在一个共谍环伺、
整个党呢还没有真的清楚所谓的共谍产业链。为什么刚才燕秀委员讲产业链很有道理？因为赖清德说以后要给民进党的党工呢多一点关心，多一点保障，因为他们都是没有钱呐，才要去当共谍啊。那如果这样子，贫穷的人在民进党，大家去清查一下有多少，那它里面还有多少潜伏的共谍？这么恐怖的情况下，让沈伯洋这样的大嘴巴又继续去做召集人。刚才赵大哥说，其他立委看不到的机密资料，我跟各位保证，沈伯洋、王定宇保证看得到。那这样子多可怕！到底谁泄露资料的？大家现在还不了解吗？有共谍产业链的那个政党，民进党不需要出来交代清楚吗？放心。其实这则新闻呢，当然它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跟中国大陆真的发生了两岸战争的话，我们的风险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到呢，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寻找一个寻求物资的中心都是困难的。你如果寻找警察局，那警察局就会变成攻击点；你寻找超商，超商就会变成攻击点；你寻找公庙，公庙就会变成攻击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残酷事实。当然，这个呢，现在总统府也不敢说这件事情是无的放矢，所以呢，他说啊，这是有人建议，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我想也担心呢，大家都吓坏了。可这则新闻就凸显了一件事情。其实两岸战争的风险，我们每一次在讲两岸战争有风险的时候，民进党就说我们夸大其词啊，危言耸听啊，然后呢夸大了这一个威胁啊。现在是谁在面对这些威胁？其实战争就真的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消息透过英国卫报去报道出去，我不知道国际上面看到这则消息的人还有多少人敢来台湾投资，我不晓得。都已经看到说台湾现在战争都已经准备到超商要成为了暂时的物资发放中心的时候，还有谁对台湾会有信心？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共谍案哦，因为这个共谍案，我觉得它现在发展让我觉得特别寻常的地方是，看起来这个赖清德政府办得很用力哈，好一直在努力，还在往后追，但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如果这是台湾自己发现的，我觉得他们会掩盖掉，他们就会掩盖说啊，反正你这个人辞掉了，让你没办法再接触任何的机密，然后或者是说你行为不端，给你开除掉就算了。那为什么非要办下去？我认为是因为这些人都是 CIA 查到的，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查到了之后，丢给你赖清德，你非办不可。所以他们虽然是家丑，但是也必须要外扬。可是你仔细看这些人的资历哦，他们在民进党都是10几年的时间。不是短短的1年2年哦，好像民进党呢最近风光起来了，我才加入民进党。No， 他们大概在2010年代的时候就加入了民进党。那请问一下，他们布建多长的时间？他们的布建范围有多广？而且在所有的间谍都是一样，不管是哪一国的间谍都一样。美国的间谍，美国会自己提携自己人，就说我在这里，我美国间谍网当中，我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可能厉害的人，他就会努力的把底下的间谍推荐给政府里头的其他机构。同样的，共谍也是如此，他们就是更上面一定有一个头。然后呢，努力的把这一些人拉进民进党的体系当中，而且布建多年，而且恐怕有更高的肉粽头。请问一下，这个肉粽头到底是谁？民进党到底是要面对，还是刻意要去隐藏这件事情？我们且拭目以待。因为你现在看到总统府里头赖清德身边也有，然后国安会的吴钊燮身边也有，然后接着你再看到外交部早期的外交部啊，这个何仁杰他在外交部跟国安会的时候他都有，然后你再看到立法院也有，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会不会后面其实还有更大咖？而现在到底办不办后面的最大咖？关键点不是在于共谍到底是哪一个政党，我认为每一个政党都可能有共谍。关键点是这些共谍培养了那么久，而民进党刻意让他们不断的高升。请问一下，背后是谁在操作？不是啊，就是说哈，民进党是执政党了哈，那现在天天去抹红什么陆配啊，对，说人家陆配啊，这有问题哦。然后呢，抹红国民党、民众党的立委。说人家受习近平的指使，
弄了个半天，你抹红一大堆别人，搞了半天你身边就那么多人，对不对？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抓呢？而且为什么除恶务尽啊？还要替他开脱，说什么因为他收入少，所以以后多加一点收入。那公务员以后贪污也可以讲公务员了，说我因为收入少我才贪污啊。那每个人收入少的人多了，对不对？而且什么叫收入多？什么叫收入少呢？休息再回来。好吧，今天检调大规模啊，由调查局先出动啊，一大早就去搜索人家啊，搜索什么人呢？罢双吴的4骑士，本来啊，国民党啊，虽然说现在有14个人联署成功了啊，一阶了，但真正有机会呢，大概就是台北跟原住民机会比较大啊。那现在呢，这个罢吴的4个骑士，还有2个领衔人都被约谈了，搜索约谈啊。那所谓罢吴4骑士是刘思颖、陈冠安、赖以任、满志刚，啊，然后呢，罢免案的领衔人叫李孝亮、张克进等，一共6个人，啊，然后再加上证人，啊，还包括李孝亮的妈妈都变证人来，啊，把证人也传来，一共11个人，啊，那搜索，那现在可能的罪名就是他们是呢伪造文书，我从来没有看到伪造文书案被搜索约谈的。你们是不是听过伪造文书案被搜索约谈？没有啊。那台南的那个党还被羁押了。台南还有花莲啊，但是我是去查伪造文书的公务员被那个是花莲，但是台南我的意思说跟这个一样，因为检察官很忙的，调查局很忙的，抓匪都是抓不完了。你要说因为这个伪造文书案是什么伟大的罪呢？是很小的罪嘛。因为伪造文书去搜索人家，还给人家约谈，甚至还收押的，声押收押。我以前没听说过，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哦，伪造文书应该没有什么罪嘛，但是就这样干，哦，那是显然，我一看到今天上午开始说，我说是不是要转移那个匪谍案的这个焦点啊？因为那也是检调啊，如果按照我当时想说，检调干嘛查这个案子？但那个查也不应该宣布啊。凤行讲说，美国 CIA 来介入，这是有可能的。对，哦，美国那个情报很灵通嘛，哦。搞不好从大陆那边过来，发觉说台湾有泄密，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就检调呢，怕对上面不好交代，转移一下焦点。我们抓了这个罢吴双吴的人了，罢了，抓了，然后有什么罪名罢呢？说因为伪造文书，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那这个李孝亮跟刘思颖就说呢，我们绝不屈服，这个还是蛮有 guts 的哦。他们想让我晋升，让我屈服，但我告诉各位，我不会低头不屈服，不低头吴思瑶就是，哎呀，你国民党这个什么这个黄吕锦如啦、朱立伦，不要躲在后面了躲在连线的后面了等等那另外想要把这个事情往上发展那问题是说，不是只有他们绿营来罢免蓝委的也有死亡联署，也有不当，也有这个资料错误的那伪造文书那也是伪造文书而且民进党还加告他们是组织犯罪，他们组织犯罪是讲那个流氓黑帮，他们是什么组织犯罪的？他们就是自视检调在手上嘛，就欲加之罪，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那另外呢，就有30决的罢免案，已经中选会说没有差别待遇。为什么中选会会搞这些事情？因为这都是地方选委会先查的。地方选委会中选会有叫地方选委会去办，就中选会派人指导了就像那个李进勇去年跑到基隆去指导嘛。但是呢，真的在做事很多是地方选委会的，那查出来报给中选会，你能不办吗？如果中选会自己办，我看不见得会办了。但是因为地方已经查出来了，你办还是不办？所以他很气，去办那个花莲这个地方政府的人，也就是这个原因嘛好，我们这样看现在呢。现在这里有16个，我们光看这边16个人，里面呢，这个提议就是提议前死亡，提议后没话讲嘛，人家提议以后那死了怎么办呢？提议前才算嘛，所以提议前呢，这个都有有1个、2个、1个，这39个比较多了那另外呢，这个有伪造情事的人，林佩祥那边。基隆里面就116个查出来，那就是伪造文书什么叫做
伪造情况，就是这个人本来不住这里啊，或怎么样，反正就是给他，或是跟那个没来联署，给他说联署了。那另外呢，马文君、尤浩、丁学忠也都是2位数啊，2位数以上啊。那这些人办不办？要不要搜索呢？要不要搜索？要办就大家公平办嘛，我搜索你，我也搜索他嘛。那这几个很明显啊，而且情节比较重大。我告诉你啊，贪污贪1万块是贪1000万也是贪。伪造文书1件是伪造，10件是伪造，100件是伪造，在法律上是都要办的。那为什么只办他不办他呢？办了台南市党部，办了花莲的民政局，对不对？现在又办了台北市的罢双舞，那其他为什么不办呢？这么多人为什么只办这几个人呢？这摆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哦，中选会说我不管这个法律事情哦，好吧？柯志恩也很气嘛。说啊，绿营也有指望联署啊，就没有这个错误吗？哦，连罗志祥办公室主任，哦，冠安都被约哦。那沈伯洋说，花莲有4000份签错了，有表格错了，所以要重签哦，等等哈、哦。我们看一下。在调查局人员的指引之下，身穿黑色背心的罢免吴思瑶团体领衔人张克进进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罢免吴沛忆的领衔人李孝亮的母亲，罢免吴沛忆的召集人刘思莹丈夫也接连来到这里。就在罢免进入2阶段之际，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兵分多路，拂晓出击。像是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罢免召集人赖以健，他的住家在14号一早的6点50分就被4名调查局的调查官进行搜索，一直到8点30分左右才离开，搜索时间超过1个半钟头。而在这之前3个小时，李孝亮也让脸书发文写下“调查局来了，大家祝我好运”，接着抛出预先拟好的声明，就此暂无音讯。据悉，就新闻上个月，民进党市议员刘耀仁前往北检告发连署造假。我心里看到这个新闻，我实在是很沉重哦，请国民党人不要一再的挑战台湾的法治，朱立伦不要躲在年轻人的身后。而刚好在这同一时间，民党中央也召开记者会，公布影片，质疑罢免吴思瑶与张宏陆团体有造假之余。写错的哈，我们拿回来自己抄，不要丢掉，自己抄一抄就好了。自己抄这个要很秘密，不能被哪个发现？不能被大家发现吗？不能被社会发现吗？不能被司法发现吗？在讲什么东西？而即便团体成员遭到搜索，14号一早罢免吴思瑶总部依旧持续收件，行动不停歇。好吧。到底怎么回事？来，这个我们看谁先讲。来，好，你先讲啊。细看。早上我看到罢双舞的这个联署人啊，家里被搜索，然后讲，我不只是震惊，我非常非常难过。这是台湾民主跟法治的根被民进党这样刨掉，这是一个绿色很严重的绿色恐怖。它至少违反3个：违反法律上面的比例原则；第2个违反了法律上的惯例；第3个更是严重的双标。一个伪造文书，你这个比例上有需要去搜索吗？有需要到家里面去搜索吗？你是到底要吓谁？第2个，照以前的惯例，以前曾经有往生这幽灵的这个联署最多的，以前有总统大选过嘛，对不对？郭台铭那个啊，那个人数很多，也不是搜索啊，就是约谈嘛。然后看完以后，后来没有大的问题就结案了嘛。从惯例，从以前这个法律的比例原则，怎么会动用到家里去搜索呢？第3个，你严重的双标民进党有这么多人，对不对？你如果说一定有往生者这个联署的，民进党那么多人，基隆林佩祥那个有那么多人，你有去搜索吗？到现在连办都没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绿色恐怖。现在剪掉，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政治的打手了？人民都在盯着看哦，你不要害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法治，这根本是被刨掉的。但民进党可能这样一直在驱动他做什么事情，一方面转移这个共谍案的这个焦点嘛，因为他就故意在下那个执政党那个国民党去联署那些人嘛，不只是发起人啊，让你民众可以晋升啊。你看他不只是台南国民党那个台南市党部的那个副主委被你扣起来，对，他现在是在下到你以后你不敢去联署，或者说你不敢去发起这个公平吗？你民进党都不办啊，你是严重的一个双标啊，所以我拜托一下哦，我们现在都是说国家现在很重要的高关税这个。高关税的这个海啸要好好去面对，不要再搞这个大罢免啊。第2个，你要做任何事情，你不要再这样双标过去了，尤其这种绿色恐怖，对整个台湾来讲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把台湾整个根几乎是刨掉了。不，基本上了哦，什么叫做这个寒蝉效应哦？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因为我常常被约谈嘛哈，所以我特侦组啊什么地检署跑很多次，所以也习惯了。
一般人没有去过是很害怕的，而且他们年纪那么轻，我举例来讲，我上次选副总统的时候，比如说有些里长啊，他们都会来这个去跟你座谈啊，有一个就跟我讲说，那个里长因为昨天被约谈了，今天不敢出现。他就害怕到选后都没事了。其实选后这里面，但是当时就吓死了，怎么不吓呢？这叫寒蝉效应嘛。就要再回来。好，那么现在啊，这个今天去搜索哈，这个双霸的4个。这个发起人跟帮他们的人啊，都被搜索了哈。那好不好？凤馨怎么看？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它反映的是刚刚这个齐凯还说司法千万不要再做这个政治的打手，不，他们本来就是政治的打手。去年呢，我们在选总统的时候，之前查了一堆的里长啊、带人，然后去到中国大陆旅游啊，然后接着回来就开始去查他们到底是不是共谍啊，如何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要忘了搜索的搜索，甚至有人呢曾经被声押哈。那不管后来有的准，有的没有准，可是你知道那都带给人们心里头非常大的压力。等到选完了，每一个案子不起诉的不起诉，然后被判无罪的被判无罪。现在这边呢，就是一系列的去查，反正只要是罢免民进党立法委员的这个提案人，通通都会有问题。你说台南要去罢免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现在台南的这个党部国民党的党部的副主委，然后被羁押了，到现在1个月的时间了。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吴思瑶跟吴佩益，然后他们这几个领衔人，我真心的要说，如果你们不希望司法这样子做打手，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不但要让罢免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案子通通不过，而且吴思瑶一定要被罢免通过。你看到他看到今天这个案子，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都是国民党的错。当司法成为打手，民进党还得意洋洋的说都是对方政党的错的时候，那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我们不给民进党教训，民进党就会借由司法铺天盖地的来教训我们。来，朋友，我自己有看过很多这个罢团在做联署了哈，坦白讲，1阶段、2阶段联署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中间有出现这些错误，其实蛮可以理解的哈。就是尤其是最近在处理一些收尾阶段，那回头去看，其实很多罢团他自己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收了很多不良的，现在也都想尽办法，还是要把人找出来签，所以这中间有发生这些不良率，我想有一个落差，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抄名册这件事情是一个症结点，但我就一个罢免权是这个人民的这个权益的立场来说，其实我觉得中选会它应该是用一个比较宽容的角度去看待每个人表达意见的方式不同。那现在今天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讲，有人说天才火了哈，坦白讲我不认为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还是很严肃的看待，跟共谍案一样。其实那个都是我们在民主社会中不想看到的这种，等于是它不成熟的一面。那包含检调会去大动作做这件事情，或许有的人的确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就我角度看起来，我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哈，引起像刚刚这样子凤馨姐这样的看法，我也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比较冤枉。但是也的确，我不能排除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完全不存在的哈，所以。只能说我们深刻检讨了，那希望这个检调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许政治敏感度那很高是好事，但是也不要那么高到变成说动辄得咎。我觉得最高检察组要出来，要统一嘛，统一对，就全国要统一嘛，对不对？那假如说这个台南地检署这样，花莲地检署这样，台北地检署这样，那其他地方呢，大家又一样，大家就没话讲。我对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罢免很严重。所以呢，我们要很重视这个联署有没有作假有没有出错，那我们全部统一规格，管他是1个作假、10个作假、100个作假、1000个作假都一样，那当然没话讲。但现在不是啊，那我刚刚列那个表那么一大堆，怎么都不动呢？不是很奇怪吗？作假不行，可是偷跑就可以吗？对不对？偷跑也是一样违法啊。那现在沈伯洋不是自己承认他偷跑了吗？
他为什么会4000份需要重签？因为几号他们才拿到新的格式？要一接通过以后，中选会通知你去拿，你才能拿。所以他现在4000份要重签，就表示他4000份他自己已经承认他偷跑了嘛，他已经自成己罪了。那有没有动？什么也没有动嘛。我觉得今天民进党最恶劣的是，你看那个民进党吴峥，他们还开什么记者会？是说这个部分呢，他们还要求检调要以组织犯罪去调查这些人，可以啊。那沈伯洋是不是组织犯罪的大宗呢？他偷跑的证明通通都自己在手上了，他现在不是要派很多人领？那另外一个，现在还没有立法院还没有修法通过哦，罢免的钱是不可以募款的哦，那些钱哪里来？台北市要罢蓝委，要罢李彦秀，要罢罗志强，每家户户收到的12块的信封上面还有回邮罗志强的选区12块的邮票那有些人呢，因为这边蓝的支持者很多嘛，有些人就把那邮票剪下来，他去做别的使用，他又没有要给他寄回邮。问题是12块的邮票，你这些工读生费用，现在沈伯洋在讲，他需要好多的人力一一回去重签，那这些雇人的钱哪里来？这不需要查吗？那我们今天公开检举，其实之前已经有人去按铃检举了，通通都没有动，查绿的完全没有，那查蓝的查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恐吓打压、绿色恐怖、威权体制，这到底是什么？你跟我解释。所以我只能叹气，就是这国家机器真的在这一场大罢免民进党动员了多少国家机器在处理这件事情？你说这个联署这件事情是民进党是小案大办，然后该好好办的案子呢，他们就小办，从台南办到台北。这些年轻人，他其实他不是民意代表，他也不是政治团体，完全没有经验，他是透过这样的办这些案子，达到一些寒蝉的效应，让我们现在有很多志工也好，年轻人也好，对于民进党立委不满的人就是让他们继续签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一场选举其实还是要呼吁大家，看到民进党绿色独裁，大家真的要站出来。这很恶劣啦。其实大家越看到这个情况，越要踊跃的去联署，特别是台北市双吴这两个，因为这冲着他们两个来的嘛。你说这些年轻人，一不是党工，二不是公职人员，他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啊。然后呢，这个把他们弄去，那现在这地方讲说，那这样我们罢免还要不要继续？会不会变成白写了？就造成大家心里面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检调你要表